10月份的时候啊，我就聊到啊，这双十一的配件啊，特别是内存硬盘的价格啊会大涨。今年的双十一价格其实远比8、9月份要高，但网上总是充斥的所谓啊，你都是什么奸商囤货啊，大家要等一等啊，国外的涨价没有国内那么多这些言论。当然啊，当中确实有个别纯造谣的。11月24日呢，就有个图传的很多，就这个看似是一个长江存储官网的图啊，说要关闭智泰几个产品线30天。当时我看到了，还发到了群里面去图一乐。但是然后我就去长江存储官网去找了半天，没有找到这个公告。后来我仔细看了看，这公告写的也太低级了啊！关闭智泰 Type600、智泰 SSD、智泰 Type Plus 7000S 系列生产线。它智泰早就改名了，以前是带金字旁的泰，现在都是这个泰字做泰了。而且这具体型号和 SSD 并列，这小学语文没毕业的水平啊！果然，那11月24号的晚上呢，智泰官方就出来辟谣了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个截图虽然是纯属造谣，但是里面说的事情啊，基本上也大差不差。到了12月，这个硬盘和固态的涨价就已经越来越疯狂了，甚至之前一直在跌价的这些消费级显卡，也以显存涨价了为由，也跟着去涨价了哈。当然，显卡喊着都是要大涨，实际上涨得不多啊，因为确实5060啊、5060 Ti 这些显卡，基本也就是打游戏用的，跟 AI 扯不上关系。这种入门卡，内存硬盘啊都涨成这样子，那配机子打游戏的需求啊就差了很多。但是厂家都是说，NV 跟 AMD 是 GPU 加显存一起打包的啊，源头涨价了，显卡厂家也要涨价啊。为了平衡这个市场接受度啊，涨价计划可能会拆分成多次啊，不会一次到位啊。说的看似挺有道理的，当然光说涨价的消息，大家可能也都麻木了。上次的建更说就讲到，现在的这个网购的这些退货调包都已经上升到显卡重新塑封、重新配重去退货了。看看现在这个网购的环境太恶劣了。这次硬盘内存的大涨价，咱是网上的这些优质用户们又开始来操作了。想囤货赚钱，他又自己不想出钱，又不想去担风险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是有7天物流退货吗？7天太短了。他们觉得不够长啊，赚不到钱，他们会21天甚至更长时间的物流退货，让快递把东西放到驿站，拖7天再去拿到了再等7天申请退货，完了我就不让快递申请上门取件，我再等7天再退，还是没有卖掉的话，那我再寄出快递退了。而且我了解到情况，这种事干的以学生尤为居多，可能和之前调包退货的基本都是同一个薅羊毛群里学的。这个行为的恶劣程度在于就很多正常的卖家，他根本就不再愿意把这些老成本的低于市场价去出了，我出便宜了，全被这些人去搞走了。白嫖21天账期，涨价了赚了算他们的没涨的话再退给卖家。我看到这种人，我不发货了行不行？不行，你不发货，说你违约。发货了弄不好给你拖个21天再退回来，纯属搞你心态。那我卖家就干脆网上不挂了，或者说只挂极少的储存，或者说是挂很高的价格，就是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缺货涨价的情绪。聊数码新闻动态，谈行业内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哥，欢迎来到这期的建哥说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再聊一聊这疯狂涨价下的各种乱象。不知道如何选择靠谱电源，不妨试试海运。店铺除核显机全部使用海运电源，入门级 GC650 金牌非模组有特价，搭配5060、5060 Ti， 终端 Core 650、750 ATX 3.0， 金牌全模组7年保，搭配5070、5070 Ti， 高端 Focus 850 1000 10年保，搭配5080、5090D， 还有 PX、TX 信仰型号。店铺除了整机，还有机箱电源散热器以及固态和机械硬盘，省代级别资源，价格优惠，售后靠谱。华硕 LG、海运瓦尔基里、雅骏、泰坦、追风者、猫头鹰、机械大师、乔斯伯、利明、九州风神、库里奥、银广等，联系客服或者公众号定期有价格更新，南京本地客户自提更优惠。飞利浦2728N 380F 显示器，Fast IPS 面板，4K 160Hz 1080p 320Hz 双模，只要1599元，部分地区还有国补哦。
当然，你说有什么东西不涨价？哎，海运的电源啊，没听说涨价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今天还特地穿了一个50周年的衬衫。内存和固态硬盘这些东西啊，其实说白了，就源头就是那几家颗粒厂家，三星、美光、海力士啊。内存的话，还有个国产的长兴。硬盘的话，它有一个长江存储，占比几%，都也不算大，不算小。但你要说能对市场有多大影响，那确实还是微乎其微的。23年的时候呢，那固态它从高点下来了，哎，就是各种什么营销号就说什么啊，因为国产的原因，哎，你一反驳啊，就有一阵观众去扣你什么汉奸商的帽子。就为啥我之前老说啊，就这些营销号的东西少看。你看人家23年，哎，这分析的都头头是道嘛。源头的颗粒厂家，那下面就是模组厂。大陆厂家就像什么江波龙啊、百威呀、德明利这些啊，非大陆的什么威刚啊、金士顿这些，就他们从颗粒厂家去进货，然后生产成固态或者内存，然后再出给消费者。那他们啊，其实都有自己的库存，就库存还是不少。上市公司这些财报啊，都是能查得到的。哎，毛利率多少，库存多少。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？源头的这些科技厂家一看，哎呀 ，AI 这边行业客户都是下了大单。一下子把我这个半年，哎，甚至1年的产能都给我干完了。正常来说，这我不应该增产，哎，多赚钱吗？哎，他们前几年被搞怕了，就是万一我增产搞完了，哎，他没有这么多需求了，那我生产出这么多东西又得便宜卖了，哎，到时候又是2000块钱不到的，哎 ，SN640 7.68T 企业固态就这么来的。反正呢，他们就想先维持这个高价。他们怎么干呢？叫封仓啊，停止报价出货了。哎，我不对下游的模组厂报价格出货了。那下游的这些模组厂家，他虽然有很多的库存啊，但是他知道这个上游不出货了，他也着急啊。那他对下面去报价格，那他肯定得搞点套路了。哎，我打个比方啊，哎，比如说他现在手里有个1个 W 的16G 内存啊，正常这1个 W 要卖3个月。哎，这周我只出500个，哎，700块钱，下周再出500个，750块钱，再下周还是出500个，800块钱。一开始啊，肯定很多人观望，哎呀，这个内存涨价，是不是有厂家忽悠我呢？这老套路了，哎，忽悠我去备货，哎，就说要涨价，哎，不管了啊，我就根据我的销量啊，比如说我备个1周的货啊，多了我就不管了，1周后涨了我就认了。哎，连涨了几周，你下面商家慌不慌？那肯定慌啊。然后你就找到厂家，哎呀，我能不能这次要200个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这周总共就出500个货，哎，我要给你200个了，那别人怎么办？哎，还就这样，分你50个，哎，涨到900块钱了，你要不要吧？哎，不要，我就给别人了。哎，再下周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周没有货出了，你要你自己去外面收别人的货吧。好，外面别人收货的，哎，给你报1100块钱，那你不更着急了呀？再下周他说，哦呦，我又有货了，报1000块钱。这周呢，我产能有限啊，总共就出了300个，哎，到你只有30个了，哎，你爱要不要吧？哎，这个价格就这样一点点给抬起来了。那你说会不会有人他很有远见？刚开涨价的时候，哎，他就意识到了，哎，后面会一路涨，哎，我直接就订好多货，哎，钱就给你打过去了。不好意思，以我在行业内多年的观察经历得知，厂家呢会直接把你的这个钱给你打回去，哎，只交一部分的货。哎呀，不对呀，你违约了呀，我要找你要违约金了，我要去法院起诉你。哎，你要起诉我可以，你100%赢，你以后还和我做生意了？你打官司是不是需要时间？哎，咱就是强行毁约，这剩下来的这些钱我立马打给你，哎，你也没有损失什么嘛，那不就少赚点钱吗？啊，你要跟我较真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法律流程慢慢来。反正呢，电脑行业这种东西啊，现在太多了，大家平时可能都是跑流水啊，甚至还在亏钱。那一到行情生意，对吧？就是靠这种时候去赚钱。那厂家要是把货都给你薅走了，那剩下的1-2个月，工厂都停工停摆，喝西北风了吗？那生产内存的厂家没赚到钱，哎，给你这些囤货的赚钱了，那这工厂怎么想的？所以啊，都是控货
去放，哎，我每次呢涨一点点，市面上供不应求，哎，那才能赚到钱。但你要说啊，有没有能抄底的时候？其实也是有的。就存储啊，它每几年都会有一个大涨大跌啊。固态硬盘的话，一般保修3年或者5年，它可能会扛不过这个周期。内存往往是终身质保的啊。比如说你能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，哎，意识到这个内存要大涨，哎，狠狠囤一波，那你肯定是能赚翻的。但你那个时候啊，肯定有人会说，哎，这个内存只会越来越便宜，你囤这个东西，你脑子坏掉了。哎，等你意识到想要囤货的时候呢，要么大家都在观望，他不敢囤，要么厂家他已经不出货了。哎，就是这样。就其实对于个人用户来说呢，我讲句玩笑话，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要涨了，你可以去买股票，哎，肯定能赚一波。但这个东西啊，你不能太贪，赚一波走了就行了。就等到股民都知道啊，买这些存储的股票，哎，那个时候你又要被割韭菜了。当然说白了，这个东西能涨起来，其实还是确确实实，就它有很多的硬需求，要不然啊，不是工厂喊一句我要停产了，它就能供不应求吗？就比如像机械硬盘啊，是最先涨起来的。大家可能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机械硬盘那本来就不是刚需，最多就是我买一个大尺寸的东西，硬盘涨价我不配了，不就行了吗？但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下，就其实11月涨价后这个硬盘的销售量呢，比10月甚至9月还是要多的。那个人用户它确实少了很多，但是硬盘涨了这么多了，大家也都不是刚需嘛。但是企业采购像这些行业的还是非常的多，而且经常都是几千片的去采购。其实知道涨价他也得去买。还有那些做监控的，那总有地方需要开业又要装监控啊，你不能因为硬盘涨价了，我监控就不装了吧？就说白了，就是个人这些需求啊，在各厂家眼里啊都是小需求，那人家大头还是行业客户。就虽然说这个话可能说有点不太好听啊，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，就是半年甚至1年之内呢，内存和接硬盘的价格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价位。就固态硬盘可能它不会维持这么长时间，因为消费级1T、2T 的 SSD 它行业的需求还是有限的。你要说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价格，那就看你怎么定义啊正常价格。那今年上半年的那个内存价格啊，16G DDR4 内存200块钱甚至更低，其实应该是这几年中的一个涨跌波动中的一个低点。你如果把一个这个低点当成正常价格，那你可能得按照几年的这个波动周期去看了。你过个半年或者1年，这个内存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贵，但是肯定要比上半年要贵一些啊、比如像16G 的 DDR4，大概300多，那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已经习惯了500一个的内存，哎，觉得300还挺便宜。然后我们提到开头说的，就是一些所谓的那些薅羊毛的，就利用网购平台规则去搞这种行为，他们这些啊，他们赚钱，哎，两波呢。其实硬盘内存涨价的时候呢，很可能就是一个周末或者说一晚上就给你猛涨不少啊。总有些半夜呢来不及改价格的，哎，他们就半夜啊趁人睡觉了，到处搜这些低价产品，啪就给你全拍了。你要发货，哎，早上发现外面的价格都比这个要贵了，你不想发呢，哎，或者说你自己没有这么多库存，你发现发不出去货了，哎，那平台就会要你赔钱，哎，赚第一波。你不发货，哎，他们赚一波发货的赔偿。然后呢，店家就干脆把这些东西统统就下架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希望能趁着这个涨价，把这批货再转手卖了。哎，但是呢，7天物流退货，哎，它并不能很快的出手。于是啊，他们让快递把东西去送到驿站，哎，这样快递呢还是可以处于一直未签收的状态，能拖7天再去签收。有的就更直接，像顺丰这种先打电话再配送的快递，他直接让快递员过个7天甚至10天再去派送，哎，能拖就拖，等到完全拖不住了，哎，必须要签收了，哎，要不然这个快递就要退回去了，他们再申请退货。你以为他们把这些东西就寄回来了？哎，不好意思，网购平台呢一般规定，就是申请7天物流退货以后呢，在7天内寄回就可以了。哎，他们就卡着这个签收以后第7天退货，退货的这个收货呢，再卡着第7天再去给你寄出快递，哎，加上放在驿站的7天，基本上能实现至少21天的这个物流退货，甚至更恶劣的，就算是签收超过7天了，依然可以去强行找平台去要求退，哎，反正理由就是什么啊，我出差了没拆分，我就是要退，啊，平台有的时候都能统一退，啊，什么都是什么买家是什么平台优质客户如何，哎。商家就要替平台去抚慰这些优质客户，我是被恶心好几次了。哎，我这还是淘宝，就稍微呢还没有这些那么猖狂，就一些索马里平台，仅
退款都能给你整一大堆的。那这个退货退款，这不要太常见了。就这种行为啊，就之前一些稀缺商品的时候啊，就很多人这么玩，一放货他们就批量去拍，然后呢高价去挂二手卖，卖不出去我就再退了。现在硬盘内存涨价了，也是一样的套路。就其实总有些商家他手里是有些老库存的，那可能他出于种种原因想尽快低价去变现，那基本上都会遇到这些人去拍。哎，货被拍了，你还不能不发，你甚至发一句，哎，你不行申请退货吧，哎呦，他转手就投诉你服务恶劣，能赔个20块钱。货发了，哎，大概率你的货差不多1个月以后才能收到退货的产品，就搞来搞去，你说这正常人他怎么买东西？所以我觉得真的普通消费者网购很难啊，就遇到这种大涨价，你厂家涨价也就算了，难得有些便宜的货源，哎，还要为这些所谓薅羊毛的再给你搞一波。确实有刚需的，那没有办法，你该买还是得买。你要是能等个半年甚至1年，其实倒也无所谓嘛。当然，说实话，大部分买电脑的人其实还是不会一直就持续去关注这么多东西。就今天我想买个电脑看一看，大差不差，那我就买了。这东西说出来，就大家图一乐吧。其实内存硬盘什么的，本身价格也不是特别高，大部分也就是多掏个几百块钱、1000块钱不得了了。2万的机子啊，倒也不是不能接受。那影响最大的还是那种本身就是4、5千的机子，一下子给你涨一个大几百、1000的，哎，非常难受啊。哎，所以啊，还是现在这电源没涨价，买海运电源吧。如果观众没忘记，小当里的咱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r，你们等大众分账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微信公号传播4K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让从店铺传过读数码，也传过节，我们下见，拜拜。